大家好，我是 Groundwork 三岛的事务局长道边丰博。我是这个城市规划、河流规划还有森林规划以上种种的活动，我都有去参加，已经参加了大概30年了。我觉得故乡是自己的东西，是一个市民的东西。比如说，要是河流污染了，某种意义来说，对于那边住的人来说，就是他们的河流被污染。基本上，市民的心和他们的思考方法，还有他们的行动，要是不改变以上种种的话，河川是不会变得干净的。然后河川其实也是一个可以为城市带来活力的地方。那么污染的河川呢，就不可以为人们带来这个效果。所以人们需要自己进到河川里面去收拾垃圾，把河川变得干净。我就是一直持续这样的活动。接下来我会把我们30年间所做的事情向大家简单介绍一下。首先，我工作的主要地方是静冈县三岛市这个地方。三岛市呢，它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城市呢？我就先介绍一下它的特色。首先，它是一个交通的要地，由东京坐新干线的话，大概是1个小时就可以到达三岛市的新干线站。由三岛市，我们可以在那个相片中看到，我们可以看到很漂亮的富士山。无论在东西南北，从江户时代开始，三岛市也已经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然后第二点是，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富士山到三岛市大概有40公里的距离，在富士山落下的雨水，然后就会慢慢的流向三岛市。所以三岛市从以前开始就被称作是一个水之都，在城市的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河川。我可以说这里是日本的威尼斯，是一个非常棒的城市。然后第三点就是这里也是个历史与文化之都。然后大家来到三岛也会很想吃鳗鱼，相信台湾的、香港的各位也会吃鳗鱼。三岛的鳗鱼非常好吃，我只会吃鳗鱼的大剩饭，会吃2倍的鳗鱼。所以我现在71岁，虽然有一点年长了，但是因为有鳗鱼的缘故，我十分的有活力。希望大家香港的朋友和台湾的朋友都可以来三岛尽情吃鳗鱼。这里的水被称为鳗鱼的化妆水，因为鳗鱼是生长在泥水之中。但是因为有富士山干净的涌水，我们把鳗鱼放进这些水，大概1个星期、2个星期之中，我们就可以把它的那个污泥去洗净，然后把它的肉变得更加软，就更好吃了。我觉得水之都什么的都不重要了，希望大家可以为了鳗鱼来三岛。然后我们这里的可乐饼也是非常的好吃，稻米什么的也有很多很好吃的东西。之后在三岛也可以看到绝景，无论在哪一个方向都可以看到富士山。重要的是，从以前开始，我们这个城市是有市民一起去改造的，一起去把它改善。作为领导者的，并不是一些政治家或行政的机关，是市民去作为领导者去改善这个城市。我们一直有这个意识。从以前开始，因为三岛是有很丰富的地下水，我们利用这个地下水去制造不同的产业，很多不同产业因为这一些干净的水，所以他们都希望在三岛建立一个工业区。但是因为有了这一些工业区，空气受到污染，水也受到污染，这边的妈妈们他们就作为一个中心站出来抗议。他们希望去保护自己小孩的一个环境，女性成为了这个领导者，去领导这个环境活动，希望将这一些污染河流的产业赶出这个城市。这个可以说三岛是一个地区协力合作的圣地。我们三岛 Groundwork 可以说是一个前辈吧，就是带领各位市民一起去改善自己的城市。可能这个已经早在我们 DNA 里面散播了。可以说这里是一个以市民为中心的城市。
现在我们看到三岛市的地图，我们看到东海道新干线，也有东海道本线，就是普通的列车，有这一个车站。从车站附近，我们看到富士山的水在城市的里面去流动，然后站那边是一个上流地狱，这里是一个住了大概11万人的地方，里面城市里面有大的河川，也有小的河川。就像一个血管一样的在城市里面流动。如果大家在城市里面走的话，就会知道从不同地方会突然看到河川，大的、小的都有。真是一个水资源非常丰富的城市。但是令人叹息的是，从1960年代开始，东京举办了奥运之后，就产生了非常活跃的经济活动。但是包括上游地域在内，地下水丰富的地方，所以就有很多企业希望去上游地方开启他们的产业，所以他们就去不停的抽取这一些地下水，然后上游的森林也被砍伐。为了去建立他们的一些工厂和住宅，然后人口不停的增长，所以喝的水也是受到了不同的斗争，水不停的被利用，在下游的这个城市里面，所以水的资源就变得少了。本来是，像右下角这一张图这样，本来是3个月是这样的状态，慢慢的变成一整年都是这样一个干涸的状态，我们就开始发现没有了涌水，也令我们去想我们必须要开启这个市民运动。之后我会继续跟大家解说刚刚开始说过的源滨未川，左边的是以前的样子，大家看到好像是一个非常漂亮的河流，水温一直保持在13度左右，是一个非常亲切的河流，水源也非常的充足。我年轻的时候并没有那么胖的时候，我在三岛蛮有名的，因为我很可爱。我也觉得当时的自己很可爱，但是现在只有太珍惜我了。我在想自己是不是究竟已经变得不可爱了呢？我想回到当时大家都赞我可爱的时代，但是我做不到。然后河流呢，也像刚刚说的那样，变成右手边的状态。1964年时举办了东京奥运，所以1968年开始，源滨未川就慢慢的变得肮脏。我们曾经以源滨未川为荣，但是连三岛的居民也说，看到这样肮脏的河流，他也说，只有我丢垃圾，应该没有什么差别吧？他们慢慢有产生了这一种不理不睬的思想，慢慢的城市变成别人的东西，好像说就是政府的责任，变成他人的事情了，并不是自己的事，是人家的事。人家可能会帮忙去改善环境，因为大家有这一种思想，所以美丽的城市跟河流就变成非常肮脏。这个状态持续了大概30年之后，发生什么事呢？我也去了很多次台湾，可能这些河流会变成一个被埋葬的地方，然后上面去基建道路，或者变成市民的广场。那时候三岛也有这一种的讨论，我就说不是开玩笑吧，不可能这样做的。这个河川原本是非常美丽的地方，我们是应该把它恢复到原本的样子，并不是把它破坏或者把它变成另外一个东西。这个是一个犯罪，所以我就成立了观乐三岛。除了河川之外，森林也像图中看到的出现枯死、缺损的状态。因为大家都搬去了都市，所以在乡郊的这一些田地就没有人去管理，出现了很多闲置的竹林。因为台风等等把超过100年历史的巨木摧毁，我们也看到住宅地有这样的情况。当时三岛市并没有充裕的资金，所以这个空地就变成了荒地，无法建设公园。然后右上方这一张图片就是一个富有历史价值的水井，但是它也被出售，亏本的出售。然后我们也向这个河川排放一些混凝土浆，令河里面的鱼大量死亡。慢
慢的，我们所珍视的东西慢慢消失，我们的城市变成非常沉闷的地方，慢慢的更有改变的性。然后要介绍的是一水中花，叫做三岛梅花藻，它是只会在干净的水源生长，但是它的水源呢，因为被出售要开发成住宅，所以就消失了。右边这边我们看到是一个以前的养鱼池，但是这个地方也被卖出了，然后被填平变成住宅地。这些十分严重的自然破坏之后所带来的影响就是街上有很多空店铺、空房子、空地，那空地也只会新建一些住宅，可能台湾也有这种的问题，特别这个问题在我们三岛其实也经历过，我们希望可以改变这个状况，所以我们就开启了一个伙伴的计划，市民企业 NPO 一起结集在一起，但是我们不要做太难的事，我们先右手拿个铲子，左手拿啤酒，然后放弃议论，不如先行动。就算错也不要紧，我们一边先做，再一边想。行动是很重要的，但是对我来说的很重要的一件事是，可以大家的交流，一边喝着啤酒，一边交流，可以有很多的新的意念出现。应该有很多人只会投诉，或者有很多意见，究竟要怎么样才可以把这一些人收纳到我们的旗下，提出一些有建议的意见呢？这个时候就要一起喝酒，就可以有好的改变。我们 Groundwork 三岛是作为一个中介人，作为协调中介的角色。我相信台湾跟香港也有这一类型的团体站在中间，去行政那一边跟他们说：“哦，你们真的做得很好。”然后也去称赞这一些政绩家。之后我们就会跟市民去谈，也去跟企业那边去称赞他们所做的事情。通过称赞各方，希望可以把他们联系在这一起。这个是在1994年开始的一个伙伴关系。刚刚也提到过，我们有一些技巧的。首先，第一是由下而上的方式，我们希望可以先改变大家的想法，再去想怎么改变。第二就是伙伴关系，第三就是网络的关系。我们希望可以联系不同的专家或者多样的市民团体一起去互惠互存。而很重要的也是事业的能力。究竟我们所做的事情，究竟怎么样可以持续下去呢？说白了就是需要钱。我们这里有做农业，也有开设店铺，然后我们也有做一些咨询的工作。从那边我们就可以得到金钱，用这些赚到的金钱就可以去支持我们 MPO 的活动。我们一直都会想怎么样可以持续去营运我们的事业，但是我们想做的事情是希望可以持续、可以加以发展的。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特色是我们有大概20个市民团体参加在 Grandma 三岛，也有大概200个公司参与在其中。然后我们也有跟静冈县，然后下面的三岛市和企业一起去讨论。我们向企业要求的并不是金钱，我们是希望他们提供一些机械物资和他们的专门的技术。然后我们跟市民团体的关系是呢，我们并不是要搞一些活动，而是希望可以一起去做一些独立做不到的大事。所以我们是就着每一个团体都是有不同的概念的。但是要是我们比如说我们没有这个专门的知识，就由另外一个找组织提供这一些知识，我们就站在中间，把所有的问题去找一个解决的方法。因为我们所做的是由下而上的方式，比如说我们看到河川很脏，然后涌水的地方快要被埋起来了，我们就去找出不同的问题，去把它解决，用地方的力量去把它解决。大概30年间，我们现在已经在70个地方实践了我们这些想法，从点变成线，线变成面。我们希望慢慢的把它壮大起来，去规划城市。一些具体例子，我们可以先看一下。
左边的是有很多人这一张图，大概是100平方米的一个小地吧，变成了丢垃圾的地方。大家就在想说，怎么才可以改善呢？我们就动手去起一个公园，然后大家也会一起去管理，一起去监视，所以就不会再把这片地变成一个丢垃圾的地方。右边这边是我们也会去学校改一些生态园，我们发现不同的问题，然后去对症下药，去提出一些解决的方法。比如说，不再用的田地，我们就把它用来种植荞麦。然后右边这边是一个萤火虫之乡。我们回到原滨卫川，这里本来十分肮脏，我们一起去捡垃圾。那时候我是一个大学教授，我就动员我的学生一起来到现场观察。我叫他们先到现场去，先动手，然后再动脑。希望他们可以跟当地的人们去交流，这个是一个活的教育素材。然后到下一代呢，我们有一些小朋友，我们会希望令他们明白，在这个河川上面会发生什么好玩的事情。每年大概有2500个小朋友，我们会为他们举办一些环境讲座，请他们到河川的现场来，让他们走进河川去抓鱼。结果就是，其实也是原并未川左边的污染的河川变成了右边这个情况，可以说是变身了。人类可以说是破坏环境的恶魔，但是我们也有这个力量去改善环境，把河川再次变得漂亮。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改变呢？因为大家的想法出现了改变，看到一个人、2个人去捡垃圾，然后不停的也会有人去参加。要把环境变漂亮，当然金钱是重要的，但是大家的思考方法也是十分重要。究竟怎么样才能从思想开始去让大家做出改变呢？我们这边也可以看到，在夏天的时间，这个河流的萤火虫的数量是有很显著的增加。可以看到，从2014到2021，大概慢慢的增加了3倍。我可以说，我们这个行动是有成果的。我们并不是说肉眼看到这么简单，我们也会利用一些科学的证据，把这些证据向大家去解释，让大家去评价这个成果。原滨卫川也得到了2个世界遗产的评价。下一个想谈的是虫毛川。其实我今天也刚刚去了这个地方，这个河川有一个很漂亮的森林，但是人们也向这个河岸去抛弃了垃圾，造成了这些森林的枯萎。但是我们就去改变，比如说去植树，看到左下这个森林变成了右边这边对现在的样子。时间是十分重要的，我们只是空谈的话是没有用的，我们必须到现场去做出一些行动。这些取草或者种树的运动是非常辛苦的，我们也会被虫咬，大家也不会去称赞你。但是我们经过了以上种种，就得到了一片美丽的森林。我们把左下这个很多的竹林变成了右边这个样子。为了可以救助这个森林，我们就决定要去买了这一片地。现在这一片地的拥有者是关沃三岛，要是这块土地的拥有者不能去管理好这个地方的话，我们去买。大家可以看看前后的改变。这里成果，这里工作的人们其实基本上都是我的学生。我的学生很多都是女性，男性说因为很辛苦，所以就不来做了。但是女性就说啊，辛苦的我可以，所以大家都来帮忙。我们把这里的竹林，废弃的竹林变成了一些屑，然后把它们再转换成肥料。然后我们也会去构想，究竟将来这个河川附近会变成怎么样呢？我们有一个这样的目标，大家就朝着这个目标去努力。要是看不到目标的话，可能会觉得气馁。我们必须有一个时间表，
让大家有一个目标，比如说看10年之后我们就会变成这个美好的样子，然后我们必须去跟市民去达成一个共识，让他们同意我们的目标，一起朝这个目标去进发。第三个例子就是室内的景川，这里我们进行了一半的工作，这份块地原本是被别人收购的，会把它填平，所以我们就想说，可不可以把它买回来呢？然后也去跟市民去讨论，然后我们得出一个结果是希望建立一个大涌水公园，所以我们就会去找这个买了地的地产商，我们去了40次，不停地称赞他们、威胁他们，或者让他们去喝酒。嗯，在这个灰色地带进行了好一段时间，然后威胁他说：“你不是给我们这样做的话，我们会把你的公司毁掉。”所以我们就成功把这个土地买了回来，然后就开始进行我们的计划。进行了几十次的工作坊，市民就聚集在一起，我们就建成了一个在日本也可以说有名的涌水公园。现在看到的是源滨未川，希望在肺炎的时期过去之后，希望大家可以跳进这里的河去游泳也可以的。希望大家可以尽情的享受源滨未川，有1.5公里那么长。我们分了8个主题区，这8个区根据他们的环境、历史文化去划分的。这个也是我们跟附近的住民不停的去讨论，希望可以造成一个适合当地气氛的一个地方。那时候这个河畔的地方呢，大家本来都会在这边进行活动，我们就把它恢复了原本的这个景色。大家可以看看这些图，河里面是不是有一些人呢？但是河川变得漂亮之后，人们会回到这个河川里面，这个可以说是三岛的原风景。大人把这个河流去破坏了之后，但是大人又把它改善，令之后下一代的小朋友也可以再享受这个河川，从而令大家对故乡有了这个感情。在这一种那么漂亮的河川，大家不会想说把垃圾丢进去吧？所以小朋友也会有一个思想是想说去保护这个河川。锦户河川公园也一样，我们希望可以配合当地的历史和文化，把它打造成像威尼斯一样的城市。究竟做了以上种种有什么效果呢？把市恢复到原本的样子的话，我们花了15亿日元，我们花了10年，花了25亿日元，加起来其实是投资了40亿日元左右。完成之后，你就看到这个观光客的增加，在2008到2009年，从100多万显著上升至800万人。虽然热海那边大家好像听过这个名字，但是他们那边也只有300万人左右，但是香岛这边却有接近800万人。即使是这么小的一个地方，要是我们可以好好的把它原本的面貌呈现给大家看的话，但是那个概念没有走错方向的话，可以呈现三岛兔特的一面。我们要去制作一个大家可以散步的城市，用不同的特色去把它包装起来，把整一个城市变成像一个主题公园。这样的话，800人就会到你的那个城市去。所以现在三岛并没有太多的空店铺，最后我们就会达到赚钱的这个结果。大家要是把自己的城市弄得漂亮干净，然后除了观光客之外，在这28年间，大概有29000人来过我三岛这边视察，我们会向他们讲解三岛究竟做了一些什么。除此之外，也有160人是通过我们的实习计划创业的。
现在大家可能还不能去三大旅游，但是希望大家之后也可以多来看看这个世界遗产。我们必须去听不同人的意见，去理解不同人的立场，希望可以做他们一个中间的调整和中介人。所以管理的能力是十分重要的。我的说明到此为止了，谢谢大家。那我首先，我先从这个方面问一下大家吧，就是大家对回应或者是跟工程人员合作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方法是可以让他们没那么紧张，放松一点，然后就可以让其实另外一个是民众也是。就是一般人呢也会觉得，安全肯定是很重要的，然后也不会特别去挑战那个工程人员他们的一些技术上的一些要求。那你们是用什么方法跟工程的人沟通，然后是怎么可以让其他人觉得他们也有一个参与的权利，呃，就是他们的想法不会被一些很简单的技术理由就把它排除呢？三位都可以回答吧。谁有兴趣先讲一下？要话是不是有跟工程师交流的机会啊？好，那我先来回应一下哈，就是其实我们之前在做那些事情之后，水利局有主动来找我们，就是可能在那个 Facebook 或者是其他那个搜寻资讯的时候，发现我们在关心绿船这件事情，然后他们一开始是先主动来问我们说，我们对于绿船的景观想象是什么？那时候我们在跟他们开会的时候就是有直接回应他们说，我们希望水质先变干净，那景观我们其实是其次的，最重要是水质改善，所以他们后来其实是有把这些东西听进去。那再来是他们后来在做这些工程的时候，都会有办理那个说明会，因为现在法规它有规定说，你只要有公共工程，都要让公民可以参与，就是至少要开一个会，然后让其他就是在地的居民或者是呃关心这些议题的人去听，然后提出建议。那我们就是每一场都去参加，就是他开几场我们就参加几场这样子，然后就把我们对于绿川那个时候看到的一些现况啊，或者是去搜寻资料，发现他们的工程可能有一些等于说过度人工化，或者是对于环境可能比较不友善，或者是可能是他们为了说怕淹水，所以把水位就是把那个堤防整个要再加高，但实际上加高它是不能完全去避掉那个淹水这个问题，而是要从周边的一些环境，比如说那个周边环境的那个建筑物的屋顶啊，或者是设计一些可以让水可以停留的地方再排进去那些，就是我们会提供他们其他的建议，而不是说他们想要怎么做就怎么做。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单位是没有立案的团体，就是我们在公部门里面其实没有这个组织，我们其实都是在地居民的身份去参加。对，所以就是想尽办法去提出各种意见，然后就是一直去戳他们。对，那呃，因为他们在公开的场合听到这些建议的时候，他们必须要回应，这是目前那个政策的规定啊，所以我们其实也是从这条线这样慢慢的去跟他们讨论。那其实像有一些比较基层的公务员，他们其实也很关心这件事情，那他们其实也会想办法去做协调。对，以上这些补充，谢谢。好，谢谢。那其他两位有没有补充？我可以延伸耀宽刚刚讲的，不过
我的经验比较不是直接跟河川的工程有关的，就是我另外一个身份是一个妈妈嘛，所以最近台中其实也有一群妈妈开始关注公园游戏场，那这个也是 MAD 就是去年还前年邀的这个特工盟的讲题之一。那我觉得关于这个就是如何跟专业技术的公部门或是工程师沟通，其实就是你必须要比他更懂嘛，或是你至少要能够具备一定的一些专业的资讯，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经验。但是坦白讲，就是这个不一定那么容易，尤其它如果是一个非常跨专业，然后非常具有技术门槛的。但是比如说像我们在做公园游戏场的争取的时候，就是最基础的可能。市政府就会跟你讲说啊，就是这样子不符合一个更好玩或是更天然的设施，它不符合法规，或是钱不够。那一开始的时候，如果你没有去做一些资料的搜集，或是自己去搞懂这些东西的话，你可能就会听信他的就是说法，就觉得哦，那好像只能这样。但是后来其实我们会一直去上课啊，然后去搞懂这些法规，然后包含这些材质，然后那这样子的一个游戏场是多少钱？那其他县市改造的游戏场是多少钱？所以当这些知识完备的时候，今天工程景观的顾问跟你讲，或是市政府跟你讲说，哎，我们没有钱，那我们就会立刻拿出另外一个 sample 跟他讲说，可是你看。这个案例它也是多少钱可以做到的事情，然后这个其实只要几万块，这个素材要几万块，然后或是他说啊这个不符合法规，我们就说哎不对啊，可是法规并不是这样写啊，然后你可以怎样改怎样改怎样改，那这个时候他们就发现啊，就是他就不敢讲话，就发现哎他其实是他的一些就是借口或是理由，对，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公民在倡议上面其实还蛮需要去努力的部分。谢谢。渡边先生有没有补充？はい。グランドワーク三島の役割はお話したようにコーディネーターなんですよね。ですから行政の、都合というかね考え方、それから住民の、考え方、それから一部私たちのメンバーであるその専門家って言いますかね、環境の専門家とか、あるいはこう景観の専門家から見た川づくりというか川の工事というものの意見をですね、こう聞き取って、それを工事をしなきゃいけませんので、ものを作らなきゃいけない。そのためには調整をして、全員が合意できるですね、部分を探さなきゃならないんですね。でそういう意味では、まずその川というものがどういう川、価値があるのか、歴史があるのかというモニタリングですね、をまず十分にやる。情報を集めるということですよね。で、その情報を前提として工事をすることで、回収することで、その価値を壊してしまう。あるいは環境を壊してしまう。というようなことになったら、何のために工事をやるかわからない、税金の無駄遣いということにもなります。それから2番目として。要先翻译一下，对吧？渡辺先生，すいません，ちょっと翻訳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す。好，那跟大家翻译一下刚刚渡边先生说的。他说，Groundwork 三岛的工作主要是一个中介的角色，他们会去聆听行政的想法、住民的想法，也会咨询一些环境的专门家，关于这个河川的扣住究竟应该是怎么去做的呢？有时候有一些政府的工程可能它势必要做，那我们会去问不同人的意见，然后希望可以达成一个大家都开心、大家都同意的一个方案。首先，我们会去监察这个河川的价值，去收集情报，然后就可以在他们工程有这个专案的时候，就去跟他们说，你这个工程可能会对环境造成破坏，那你做这个工程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呢？我们必须去思考，还有听取大家的意見。はい、先生どうぞ。はい、それで、一番大事なことは地域住民ですね。住民が望む
川を作らなければ、川を愛してもらえないわけですよね。嗨，首先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那里的住民，究竟那边的住民他们想要一条怎么样的河川呢？我们必须要去了解。はい。そのためには、住民の意見を聞く、そういう、説明会というか、意見交換の会を、私たちは何百回も設けます。嗨，那么我们为了听取市民的意见的话，我们基本上开了大概几百场的说明会和意见交流会，去希望了解他们的想法。嗨。ちなみに、源平川は3年間で約180回、地域の人たちと話し合いをしました。嗨，跟大家讲一下，我们刚刚经常提到的源滨卫川，在3年之间举行了大概180场的说明会。はい。当然、多くの方が話が出たのは、先ほど先生もお話の川の中に入って安全か、危険ではないか、あるいは川の中を歩くことで自分の家に何か泥棒とか入らないかというような心配がたくさん出ました。はい。在这些说明会里面，很多人的意见都是像刚刚主持人所说的，究竟让大家进河川里面是一个安全的行为吗？比如说我们去开发这个河川之后，我们住在附近的住民会不会遭遇小偷呢？はい。ということで、私たちは川の中に、ビールの瓶を入れる箱がありますでしょ。その箱を川の中にずっと置いて、実際に住民の人に来てもらって、その箱の上を歩いてもらって、安全か安全でないかを確認してもらうような具体的な作業もしました。はい。那么我们日本有时候会把一些啤酒放到一个箱子里面，然后放在河里面去冷冻的。然后我们就把这些箱子放到河里面去，然后让大家实际的进河川里面去走动，看看，让他们亲自去感受到底是否安全。はい。故に川づくりは人づくりだっていうことなんですね。川を作ればいいんじゃなくて、川を作ることで住民が川を愛して、その川を今度は町が元気になるようにですね、人が来るように活用するというところまで見込んでアプローチをしなければいけないということです。はい。所以我们要做的不光是去改善或者去建立一个漂亮的河川，而是要让人去爱上这一条河川。所以这样做的话，我们才可以让在河川改善之后，大家怎么样去活用或者去享受这个河川。はい。あとは川の人たち、川沿いの人や口うるさいおじさんやガタガタ言うおばさんと一杯飲みながら楽しくやると。これが一番です。还有最后想说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对于一些意见特别多的老公公、老婆婆，我们的那个方向呢，就是跟他们一起喝啤酒，然后去聊天。把他们灌醉是吧？OK，那也有些观众留了问题，我们可能回答一下吧。有人说，教授太可爱了，这个好像不是问题。那，我再看看，好，那可能顺着刚刚最后一点呢，我可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就是说，怎么可以平衡，或者是就是让外来的人，特别是年轻人吧，就是因为搞活动的时候很多是很好玩的活动，那可能有一些外来的，或者是不同种类的人会进来。那他们跟当地的居民呢，或者是老人家之间，有没有好的
经验是可以让他们有很好，或者是有更有意思、有深度的一些互动啊，然后因为我们时间也没有很多，那我顺带也把这个纳进去吧。就是然后最后一个呢，就是说生态的部分跟人觉得好玩的或者是美观的部分可能会有冲突，或者没有。就是你们的经验里面呢，就是怎么可以把外来的人、当地的人、不同年龄的人跟生态、动物、环境，怎么可以平衡这多方面的要求呢？那也有请三位回答一下吧。我先来回一下，就是那个前面那个要怎么让年长者跟年轻人连接在一起，我觉得一开始就是需要先去做田野调查，就是去拜访店家，或者是那个去跟在地民众去闲聊，或者是像我们办活动的时候，有时候居民会观望，那我们就会去等于说去跟他们聊天，说我们在做什么，然后等到下一次我们就是会去拜访他们，然后就是可以跟他们聊天，看看他们以前在这边有看过什么样的东西，那他们觉得现在的状况，他们觉得哪边是可以改善的，然后再邀请他说一起来跟我们参加那个讨论，或者是像公部门的说明会，就请他一起来参加这样子。对，然后关于河川整治的方面，其实虽然说那个被污染的河川里面的生态不多，但其实那些生态还是在那里。那如果可以把水用干净，然后把一些周边的一些景观，就是用成适合生态的方式去做处理的话，其实那些生物会回来，包含像是呃刚刚那个圆滨卫川那边的例子，就是把水用干净之后，就是那些藻类，它其实是对于水的需求是比较高，就是干净度比较高，那它就会慢慢的再长回来。或者是像以前绿川这边，其实以前真的没有什么生物，但是这一次整治过之后，水质是有提升呢，比较下游的那些鱼类啊，或者是在水里面的那些生物，它就会慢慢的往上有移动。对，那像周边的景观，比如说公园的植物是可以用，比如说如果我们希望可以有一些蝴蝶啊，或者是一些蜂类，就是一些比较常见的那些生物，比如说我们可以用一些蜜源植物，或者是蝴蝶的幼虫它们会吃的那些食草植物，就是不要只用景观的，而是用生物可以利用的那一些植物去种植的话，它其实是可以吸引它们过来。对，那我是有先搜寻一下那个翠屏河那边的那个一些资料啦。那边因为它是比较靠近海，所以它其实是那个淡水跟咸水，它是海水其实是会混合的地方，所以那边就比较有点类似像出海口的地形，所以那一些环境营造的考量就要比较靠近那个海岸线这边的，而不是用一般淡水的方式去进行。不然如果都是用淡水的东西，可能那些我们去营造的东西可能就会死掉。对，以上这些补充，谢谢。好，那我沿着耀宽的分享，就是关于外来跟在地的那个平衡，就是尤其会是在一些当我们想要去推动地方的就是不论是环境的改善，或是一个很有价值的，比如说一个东西的保留，那跟在地的意见冲突，就是居民冲突的时候。要怎么去克服？那我举像当初其实就是绿空铁道在保留的过程里面，其实也碰到在地的居民很大的一个反弹，他们会觉得说，哎，这个就是因为地面铁轨的关系，所以造成了后车站跟前车站，因为它在地面，所以它其实
就会觉得说，哦，因为你的地面铁轨让我的候车站一直发展不起来，所以那既然现在这个建设铁路要高架化，那要做都市缝合，那你这个东西就应该拆掉。那可以比如说做停车场啊，然后或是盖大楼等等。那那个时候其实在地的团体其实就会去除了是去拜访这些里长啊或是居民之外，其实在诉求上面我们要的诉求可能是我们希望保留这个地方，因为我们觉得它是一个很有文化价值的东西。可是文化价值这件事情并不是在地居民看重或是觉得好的，所以在沟通的时候就没有办法用这个理由去说服他们。那所以像当初的利空，它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转捩点是，就是行动的团队他们去找出了一个范例，就是有时候在做这个说服的时候，也是需要一些可能其他地方的或是国外的一些案例，然后让大家会比较可以去想象它是一个怎么样子。所以当初其实这个行动就找到了纽约的一个 highlight 的，也是一个空中的铁道的范例，然后来去说服居民跟市政府说，哎，你看它其实改造之后，它会变成是一个绿廊带。那你们除了城市的就是市民跟其他的观光客，他可以在这边走动之外，那对于在地居民来说，你也会多一个就是可以休闲的很漂亮的一个环境。那它也有可能因为就是它很舒服，所以它带来一些观光的人潮。那这个人潮就会对于你们地方的可能经济也好，或是房价也好，有所增长。就是他们去找出了一个对于在地居民来说是有诱因的理由，然后去跟他们谈。那对于居民来说，他可能要的是钱，或是要的是一个舒适的环境，但是钱这件事情它可能不一定是就是让房价变高，可能不一定是公民团体们期待看到的，可是他就会在这个行动的沟通过程里面去找到一个就是怎么讲，就是突破或是一个共识，就是最后至少这个地方被保留下来了。那我觉得下一步其实是我们现在也在努力的，就是我们对于一个环境或是一个公共设施改造之后，那公民团体如何持续的去做一些行动或是倡议，让这个东西被保留下来之后，它还是能够有一些公共性跟公共价值的。所以这也是我们现在在努力的方向。这样，好，谢谢。那最后也看看渡边博士那边有没有想补充一下的。はい、これはもう一番難しいことですね。ですから、みんなをバランスを取るということは不可能だと思いますね。逆に何を優先するか。で、その優先したことをみんなが良しとできるか。そこだと思いますね。嗨，我觉得这个如何平衡大家的这个所珍视的东西，其实是一个最难的问题，几乎能说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所以我们是去考虑它的优先度，先找出一个优先的事情，看看大家是否能接受和能不能做得到。嗨，はい。以上です。はい。对，这是教授的补充。好的，谢谢，非常谢谢。那我们时间很快就已经过了2个小时，那非常感谢我们几个嘉宾。那我们非常希望可以很快的就过来台中跟三岛，可以亲身的看一下你们提过的那些地方，然后参与那些活动。不过暂时香港这边的规管呢也比较严格，就是我们出外回来呢要隔离21天，那个很痛苦。我们希望这个尽快可以恢复正常吧。那我交回给 Helen 这边。